你有没有觉得或是听别人说过，台湾好像很久没出现传唱度超高的金曲，也越来越少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了？这是怎么回事？台湾歌手真的不红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流行音乐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近年来，蛮常出现一种论点是台湾流行乐坛没落了，歌手越来越不红。这种说法会强调，现在台面上家喻户晓的天王、天后和天团，比如说张惠妹啊、周杰伦、蔡依林、五月天等等，几乎都已经出道超过20年了。但是新一代的歌手当中，似乎很难再出现这种等级的巨星。还会有一些网友说，现在金曲奖入围的人，他们很多都不认识。台湾流行乐坛到底怎么了？台湾的歌手真的越来越不红了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在工作和学习上常常需要录音做记录吗？虽然录音很方便但常常要多很多的时间去重听音档、做笔记、划重点，让人觉得超麻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很欢迎试试 Cloud Note AI 智慧录音卡。Cloud Note 结合了 OpenAI Whisper 逐字转写跟 ChatGPT 重点总结两大功能，从录音转写再到总结，都可以在 Cloud App 上面一次完成。另外，它还能够汇整出5大资料模式，让你可以根据不同情境自由选择。而且 Cloud Note 还有通话录音模式，不管是手持或扩音，任何通讯软体的通话方式都可以进行录制。目前 Cloud Note 已经在嘖正式发售，有兴趣的观众欢迎参考资讯栏连结，把握限量的早鸟优惠价，在工作和生活上达成超高效率。对于歌手红不红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人们会有台湾歌手越来越不红的感觉，多半是比较出来的。而比较的对象是过去的台湾乐坛，尤其呢是被称作是台湾流行乐黄金时期的2000年代。像是开头提到的周杰伦、蔡依林、五月天等等的华语音乐圈巨星，都是在2000年前后出道的。而比较新一点的，像是林宥嘉徐佳莹等等，也是从2000年代末爆红的超级星光大道当中出道的。当时他们不仅红遍全台，霸占了各大音乐榜单、KTV 的热门点唱榜，在华语音乐圈也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今天中国的商演或是音乐节目也常常会开天价请他们去表演，或是当评审导师等等。而回台湾小巨蛋开唱也总能够场场秒杀。但是现在能够有这种成绩的台湾歌手，多半也都是这些10几20年前出道的艺人。近10年内出道的新一代歌手，不像过去的歌手那样子霸榜各大音乐榜单。去年 KKBOX 的华语年度单曲累积榜前10名当中，就只有4名是出道10年以下的台湾歌手，其他不是出道已久就是中国的新生代歌手。而且他们就算在台湾很红了，或是在台湾选秀节目拿下冠军，去到了中国也常常还是会以选手的身份出道。那这种现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的呢？谈到台湾流行音乐是怎么样由盛转衰的，许多的音乐产业的资深工作者都会提到数位革命这个分水岭。过去唱片工业的主要利润呢是来自于贩售实体专辑，但是在2000年代初期，网络媒体渐渐的崛起，盗版音乐猖獗，原本动辄卖破10万、100万张的 CD 就变得越来越难卖了。再加上当时网络平台的授权模式跟台湾的演出市场都还不成熟，所以唱片公司收入顿失，严重的冲击了整个产业。乐评人马世芳更用台湾唱片工业的毁灭来形容当时的状况。很多的分析指出，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也让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在接下来的10几年内持续的下滑，陷入低迷。而台湾本地流行音乐市场的受众也逐渐的转向消费韩国还有中国的流行音乐。但是这些分析也指出数位化带来的冲击是一回事，但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音乐产业本来的体质不良，因此面对到新科技的冲击无法有效的应对。谈到流行乐团的没落，许多资深的音乐界人士都提到，数位化浪潮的冲击可能只是暴露出了台湾唱片工业既有的弱点，而这个弱点又可以大致分为2个面向。一方面是当时台湾唱片业大头的守旧思维，当初数位革命刚出现时，多数公司还是选择重复以前成功的模式，比如继续砸钱用传统的手段行销，却对于公播版权抓得很紧，没有快速的因应时代变化，拥抱新媒体。另外一方面是台湾流行乐坛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建立
立一个健全的产业，也就是建立足够规模的专业分工，稳定的产出优秀的原创作品，并且提供幕后人才基本的工作保障。而在台湾乐坛景气变差之后呢，包含了词曲工作者啊、制作人、编曲、企划等等，很多音乐工作者就陆续的西进中国谋生。同时呢，在唱片公司缺乏资金的情况之下，幕后人才的养成系统逐渐的瓦解，导致台湾音乐产业出现了更严重的人才断层。而要塑造出一个当红歌手，幕后的团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人才不足的现况之下，要打造出像过去那样子的巨星，也就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了。不过，数位化浪潮来临除了暴露出了台湾音乐产业在既有的问题之外，也改变了音乐消费者的习惯，进而对于音乐市场造成了更长远的影响与改变。今年呢，各种音乐产业分析的文章都会提到的关键字是分众化。过去人们接触音乐的管道不外乎是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以及购买特定歌手的专辑来听。但近年串流崛起之后呢，不仅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平台，单一平台呢也汇整了世界各地无数歌手的作品，随手一个点击呢就可以换来一个歌手的作品来听。也就是说，有别于以往透过主流媒体单向的传播音乐，现在大家可能更习惯去串流平台上面自己选择想听的音乐，或是让串流平台的演算法分析你的喜好，推荐你可能喜欢的歌曲。此外，人们可能也比较像过去那个样子，一张专辑同一位歌手一路听到底，而是把听音乐的时间分散在好几名歌手身上。那在这种音乐消费习惯的改变之下，就比较不容易再出现像以前那个样子，整个世代都听同个歌手、同一首作品的状况。那当然，这种现象也不只发生在台湾，全球的音乐市场都同样进入了分众时代。那为什么有些地方，像是韩国，流行音乐产业反而比以前更兴盛了呢？其实以前韩国跟台湾的流行乐坛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2000年韩国音乐产业整体的产值大约是3亿美元，而台湾呢也有将近2.5亿美元的产值。但同样面对数位科技崛起之后，专辑的销量下滑、市场分众化等等冲击，韩国流行音乐却逆势成长。如今呢 ，K-pop 不仅是在韩国国内盛行，在全球音乐市场的成绩也有目共睹。那当然，这成功的背后原因相当复杂，有韩国国内文化与政策的影响，也跟大型娱乐公司主导下复杂的产业分工与商业经营模式有关。那因为篇幅限制今天主要会针对 K-pop 是怎么样面对数位革命来介绍，而这不仅是韩国音乐产业崛起的一大因素，也是许多分析在比对了台韩流行音乐发展时很常点出的关键差异之一。在2000年代的数位革命发生时呢，韩国采取了跟台湾唱片业截然不同的策略，他们很快就决定大力的拥抱新媒体，进军国际。当时 YouTube 等等的自媒体影音平台崛起，让唱片业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 SM 娱乐等等的韩国公司干脆反过来利用这些平台易于传播的特质，直接上传歌曲 MV 到 YouTube 上面给大家免费观看，借此把作品曝光到世界各地。另外呢，为了确保这些作品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进军国际市场，他们也有一套非常缜密的计划，包含了在音乐上面锁定偶像舞曲的乐风，融合东西方流行音乐元素。同时也靠着严苛的训练跟对于身材外貌的管控，培养出了兼具实力与外表的偶像。再透过有记忆点的编舞、华丽的妆发造型跟重本拍摄的 MV 等等精心安排的视觉元素，把流行音乐升级成了更全面的复合型娱乐。这种做法的品牌感比较强也因此能够建立起 K-pop 的独特定位，而逐渐的在全球累积粉丝。那有了粉丝之后，也就能够透过世界巡演卖周边等等的方式赚钱。而且后续要推出 K-pop 新人的时候，在全球市场也就更有优势。我们在这一次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看到蛮多人认为，现在台湾的歌手实力其实并没有以前差，虽然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红但这也未必是坏事。很多人提到，在数位革命之后，虽然主流唱片业陷入了低谷，但台湾独立音乐其实发展的越来越蓬勃，市面上面也因此出现了更丰富、更多元的音乐类型。那如果一味的追求红只想要做这种讨好听众的作品，可能就会扼杀这种多元创作的空间。那我们是觉得台湾近年的音乐越来越多元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追求红这件事情或许还是有它的必要性。毕竟人气多少跟变现能力成正比，那如果钱不够多，光是要养活产业工作者就是一个问题了，更难以形成健全的产业。甚至呢，直到现在很多独立音乐人还是要靠政府的补助金跟标案才有办法继续的做音乐为生。那这种歌手由政府养而不是乐迷养的状况，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音乐人应该要放弃自己对于音乐的坚持，而是我们觉得去扩大跟深化市场还是一件非常重要、不能够忽略的事情。那这边可能也有蛮多人会觉得，我们或许可以去复制韩国的做法，但是 K-pop 的发展毕竟是经过很长期的布局，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才有今天的成果，而且也牵涉到了他们自己很复杂的背景脉络。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台湾未必能够如法炮制韩国那一套做法，而就算真的能够复制，也不一定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成绩。那比起去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呢，我们觉得或许可以从台湾音乐市场的现况出发，比如考量到台湾现在有很丰富的独立音乐，那么在相对小众的类型当中去拓展粉丝的群体，加深粉丝的粘着度，来增加变现力，也可能是一个可以施力的方向吧。那最后我们想问大家的是，你觉得台湾歌手红不红重要吗？重要啊，音乐做出来不就是越多人听越好吗？并不重要，不应该去迎合市场口味，否则呢只会让音乐变得无聊。这还好，但基本上呢还是要能够自力更生，找到活得下去的方法吧。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流行音乐。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影视产业以及韩国偶像练习生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